将军不在家，夫人当大王，惬意，爽，爽，爽，拿来吧！伯母，这吃的多了，起得晚了，善妒无所出。这2年您加在我身上的罪名，少说也有几百件了吧？今日又是以什么样的罪名，让我叫出管家对牌啊？成婚2年还让夫君睡书房，如此无能，岂能管好将军府？袁锦堂，你好歹是个官家小姐，怎能如此？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怎能如此罔顾人伦？礼法不允，天理难容。下一句是这个吧？下一句是主母重生，斗垮儿媳当将军。伯母，这本过时了，现在流行儿媳当家，带领将军府走上致富路。就你，我呸！做梦！这脸蛋，这身材，可惜呀，我就是个替嫁的。成婚2年，和他井水不犯河水，要不然一定把他……多谢将军。要是书房的是我，交给夫人管家之权的也是我。母亲这般，是对我有什么？不，荣景，你这么护他，小心他让你……圣旨到，来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国将军荣景是公自傲，鼎壮盛年，念过往功绩，特赦亲族，杖责100。贬为忘忧村庶民，无诏不得入京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孙悟空变兵马温，日子到头了。这张帅，真是可惜了。你说说你没事惹皇帝不高兴干嘛？害得我为保小命，只能先逃跑了。夫人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将军官，听兵爷的话，好好改造哈呀！不是说特赦亲族的吗？成婚2年也算相敬如宾，如今大难临头，你竟然想跑！陛下口谕，荣景与发妻袁氏感情深厚，特准一同前往忘忧村。感谢夫人陪同。放你丫的屁！我跟你有感情吗？陛下此计，得有你陪同才显真实。忘忧县恐已落入丞相之手，此地虽小，却是京畿安防的第一道关隘。荣景，朕要你配合朕来演一出戏。
臣遵旨。兵哥哥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不要客气。要不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妄图以金钱俯视我对陛下的忠诚，罪加一等，带走。无可回应，把钱还给我！终于到了。这草屋也太破了吧！好怀念巍峨霸气的将军府。先搞着，然后伺机而动。哪里来的碎匾，敢抢老子的屋子？哪里来的碎匾，敢抢老子的屋子？此山是我开，此房是我盖，要想过此路，狗男人靠不住我，关键时刻昏了。两位独眼哥哥，开个价吧。敢侮辱我们兄弟俩，找死是吧？腰带，袁锦堂搞什么把戏？金丝祥云带，将军腰间舞，仅赠有缘人欢歌。七夕锁。就你俩，一个废物，一个村姑，我们兄弟二人如此聪明，你还敢忽悠我们？既然你们不识好歹，看来只能动用我的真理套餐了。出来吧！我管你什么餐！我呀！还是这套真理有效。你也试试。我们还会回来的。平日里居然没发现，这袁氏就如此破烂。还好没醒，先凑合过，万一皇上反悔了，岂不是又能回府了？将军，放心，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。我去找点草药。等等，你会治伤？那个我在将军府的时候学过那么一丢丢。那我先走了。兔崽子，连我的腰带都敢拿，不想活。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怎么一进村就碰到这一出？冤枉啊，将军！我原本是想出手的，但是我一想，这一进村就被人刁难，被贬不是更真实吗？只是没想到这夫人呢，不太按常理出牌，居然把你……少拼！记住，乔装行事，每5日通报一次消息，特别是县衙，一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
你管这叫药？空腹喝药伤身，所以我加了点野菜和蘑菇。来，你就喝吧，尝尝我的新发明，既能疗伤又能饱腹。哎，要不就叫药膳咋样？日后再开个铺子，不就有新财路了？对，就这么干。在府中，你不是很害怕蟑螂吗？今日变故太多，人家都吓傻了。斗恶霸会治伤，装柔弱，府内府外差别这么大，难道说他在府中都是装的？以后要朝夕相处，还是得多多注意才行，免得露馅。经理来信，让我们试探荣景虚实。你去盯着，若真的被贬了，那就杀。是。我只是单纯看伤而已，绝对没有不纯洁的想法。不必，习武之人好得快，歇几天就好了。可是不清理伤口的话，会烂屁股的。岳锦堂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伤这么重，还在乎这些？怎么，想让我夸你蚂蚁搬青蛙，顶呱呱？那你别动，我自己来。别给我伸去！磨磨唧唧的，浪费时间。你还会这招？您练武功的时候，我学了那么一丢丢。将军，你的胸好！闭嘴！这将军府以后就是我和灵儿的了。夫人不好了，少爷留了一封信跑了。什么？就他那个脑子，能成什么事儿啊？娘，我定要让你看看你儿子我，也有成为世间良将的潜质的。不是，我给你们准备的夜行衣呢？那玩意儿不方便行动。再说了，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还没黑，这那一身多显眼啊！哦，有道理。不愧是我找的人，刺杀的目标就是那草屋里的残废，武器都带来。曹县令还找了其他杀手，这是武器？这叫伪装。饭前后，我们直接表演刨地，要趁他不备。哦，不愧是我找的人。这一回，我一定要替我母亲出出气。
这都不知道，爬墙啊！哦，就这太不专业了，简直是杀手行业的污点。将军封神俊朗，但我已有心上人，你愿不愿意替我加入将军府？放心，看在我父亲救过老将军的份上，将军是不会为难你的。银子飞了，快活日子到头了，都怪荣景坏事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，让他乖乖给我试药膳，把钱赚回来。他这是在哭。他白日里的彪悍，竟是强撑，终究是我将他拖入这泥潭之中，徒受这份苦楚。你睡榻上吗？你想干嘛？平日我们在府里都是分房睡的，哪怕现在朝夕相处，你也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。放心，我趴桌上睡。好嘞。不许这么叫！你压到我伤口了。伤口？那也不许这么叫。话本子上说，只有那个的时候才这么叫。袁锦堂，你平日在府里都看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那都看的是正经东西。门外有人。那两兄弟还敢来？老虎不发威，当我病猫啊！哎，听声音，步伐凌乱，呼吸粗浅，不像专业刺客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杀手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嘿，送货上门儿。小娘们！拼了！老实交代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是这里的贵人。是。这么快就藏不住了，得告诉县令。上头人做事就是讲究，怕泄露了盟友的消息，特意不让我等知晓。准备一下，明天我先去会会这被贬的将军，给上面露露诚意。是。这么多落叶，翻！
到是皇上反悔了，要接荣景回去。嘿，此女武力不凡，这般难道是为了警告我？先试探一番，回府再做打算。在下忘忧县县令曹德宝，特来看望夫人和荣将军。曹大人，是不是上头派你来的？难道他知道什么？夫人说笑了，下官只是例行探望，哪来的什么上头啊？哦，再试探一下荣景。不知县令大人到访有失远迎。快坐好，坐好啊！您这身子可大意不得。反应如此剧烈，不似走位。哎呀，你看小人这笨手笨脚的，真该死。这是一点补品，您好好补补啊。有劳大人费心了。不过，大人好意心领了。只是您看，如今我只是残破之身，怕是虚不受补了。我也是一介草民，大人不必如此费心了。荣景伤还没好透，看来我得加快研究了。荣景居然还有帮手，我说刺杀怎么会失败？启动 B 计划。二弟，二弟，嫂子，我来就是来看你们过得好不好。我娘喊我回去吃饭了，我先走了。这小子鬼鬼祟祟干嘛？又想搞什么鬼名堂？曹大人，屋里只有水可以招待了。多谢夫人，这往后有什么需求，都可找我。下官祥七府内有急事要处理，告辞。告辞。这水不对劲。刚刚荣玲来了，我就知道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，敢当着我的面得罪贵客，看来是府里讲的道理还不够透彻。我讲的道理，你们可都听进去了？听进去了。这远景堂哪还有官家小姐的样子？不对，他这次出府后的种种行为，都不像学来的，倒像是一种掩盖不了的本能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奇怪，明明就是从这里进来的，怎么还走丢了呢？
小丹，好嘞！我的个亲娘啊，见鬼了！下药是吧？我没下毒。哦，原来还是毒药。俺娘干糟是吧？下药是吧？你和你娘加起来都斗不过我。今天我就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救命！我跑！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酸甜可口，不甜不要钱。来装苦的，我家夫人就好这个。好嘞。老大，经理来信，丞相那边对您被贬的事儿一心未效，共再升10段。盯紧曹德宝。另外，你暗中查一下夫人的过往，事无巨细。这夫人也不能是卧底啊。无关计划，只是夫妻之间的事，别惊动陛下。嘘，他回来了。郎君这嘴角好像起皮了，我给你润润。毛贼还敢来！我暗了，难怪在府里2年一直睡书房，难怪对我不苟言笑，原来是有相好的，还追到了这鬼地方。这含情脉脉的眼神，这欲说还休的姿态，现实版战神将军与他的货郎小轿夫。二位继续，放心，我元锦堂最开明了，往后幽会不用乔装，这屋让给你们，祝你们早生贵，白头偕老。袁锦堂，你给我回来！我劝你那种目光，最好给我收一收，否则……哎呀，我懂，我这就去摘草药，给你们做一种补肾益气的药膳。你放心，傍晚之前绝对不会回来打扰你们。哥儿几个谨慎半天，原来屋里就是个小白脸啊！这户人跟上一次的明显不同，曹德宝前脚确认我被贬，后脚就来人想要我的命，果然有鬼。大人没什么错，你果然功力深厚，你们愣着干嘛？给我抓住他！你不是东县那个二丫？坏了，这个时候暴露，小命都保不住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他的力气居然这么大！这是妖怪吧？弄死他！没想到你居然请了帮手，看来今天必有一战。够专业，还请了护卫。你还有伤，别逞强。多亏了你的药，对付这些人不成问题。
给我上！给我上！朕的贴身玉珏，你拿着，关键时刻可亮明身份保命。朕不想痛失兄弟。哟，你有龙纹玉珏啊？你是东界的二丫？你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二丫？什么二丫三丫，差二哥呢？你听错了，人家说的是哎呀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是不是惹什么人了？这哪里是被贬，分明是逃难。之前那个曹县令不是说了吗？忘忧县一直有山匪流窜，巧合罢了。难道真是巧合？那咱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躲吧。被贬之地就是忘忧村，离村可是抗旨，你不要命了？抗旨是死，替甲被戳穿也是死，咋办呀？放心，咱们一穷二白，他们既然来过一次，就不会再来了。玉珏还我。这玉珏是皇上的吧？贴身藏着，还这么紧张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其实你喜欢的是皇上，告白不成反被贬了。啊！你这脑回路着实清奇。放心啦，我嘴严。但是嘛，我这人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研究药膳、治病救人，偶尔顺便攒点小钱。瞧你这身子骨，应当补补不是？他想要钱，正好借此稳住他，以便我继续卧底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简单，白天你劈柴担水垒灶台，晚上你切药烧水试药膳，而我负责研究。这可是为了我们的事业做贡献，放心，包公平的。你管这叫公平？行。哎呀，将军，别耷拉着脸，等我药膳事业做大做强，以后我养你啊。贵人大驾光临，可是为了那件事而来？知音啊，曹大人！放心，对付荣景我包专业的。从小我就看他长大，对付他我有108种手段，保证让他生不如死。这贵人果真是上头派来的，我定要好好表现，飞黄腾达，指日可待。贵人啊，曹大人，高硬，京城那位又高又硬。来，哎呀，荣景，这都要被你刮秃了，你是扫地还是犁地？别扫了，换身衣服干其他活去。劈细一点儿，对，再细点，要那种瞬间就能点燃的生命力。哎，你懂吗？我懂，我懂个屁！
好了，日出前北边山泉水煎药，晌午南边井水做饭，晚上挑东边的河水洗漱，一天3趟，Go Go Go，出发喽！袁锦堂，你故意的。你之前躺着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一天3趟，风雨无阻的照顾你的。民女差遣大将军，真爽！哎呀，将军，等我们的药膳事业做大做强，我养你啊！前一刻说要养我，后一刻就让我当牛做马，这女人实在可怕。玉珏必须拿回来，等她睡着。想我堂堂大将军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如今竟要深夜钻鸡窝，与一只鸡斗智斗勇。袁锦堂，你要是敢将玉珏藏在这里，你就有人监视，玉珏不能被发现。鸡兄啊，不，鸡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吃你。这天天都是汤药下毒，我早就饿疯了，我就闻闻味儿，不然就真的要饿死了呀！今日任务完成，荣景饿得心发慌，深夜暴击诉衷肠。嘘，别紧张。要不是为了你不发出动静，我今晚就把你下锅了，把你清蒸、油焖、红烧。将军，半夜3更，摸我的鸡做什么呀？夜色甚美，出来散心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摸你的鸡了？我一会儿就拿画本把你记下来。浩南风喜偷鸡，要是不想成为画本上的搞笑男主，就给我老实点。嘿，第7天了，我觉得应该成了。将军，相信我，今天咱们来个猛的。第1碗，一步到位，清火泻毒汤，可是我用了10斤苦瓜熬制而成，祝你清火解毒。
夫人，我现在内心无比清凉，不如这试药日后再进行吧。凉，正好对症，干了！还没喝，手抖成这样，新症状，我得记下来。怎么样？厉害！刚喝完就倒下，这药劲儿啊！第2味，枯木逢春强心健体汤，专治腰虚肾亏。啊！你跑什么呀？我觉得我还能活。说好的是药，一口都不能少。来，张嘴。效果这么好，前2晚劲儿是有点大，不过我还有终极大补药，肯定给你找补回来。将军，乖，最后1碗了，这可是大补的。将军，最后1碗了，大补的。荣景，别开玩笑了，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你别吓我啊！荣景，荣景，真不行了，不可能啊！分量我算的准准的。荣景，将军，你醒醒！荣景，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吃药？不是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呀？我一个人在这地方，我怎么活呀？不行，吐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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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隔夜饭都被他给按出来了，他真的这么怕我死吗？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怎么还是不行？不管了，死麻蛋活麻衣！你没事？
难受啊？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好像感觉是不太一样。放我下来！你功力恢复了，成了！我们要发财了！病娇美男在线试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！乡亲们、父老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！前几天这人挑水还蹦跶，怎么几天不见就成这副将死之样了？看这样子可比俺家病了3月的老牛还虚。看看我这苦命的夫君，苍白的小脸，这虚弱的身体。说起我这夫君也是命苦啊，早死的爹，恶毒的妈，此言貌似不虚啊。嫌弃他的老婆，这话好像也对。还有被流放却始终坚强的他，是多么可怜。但是夫君，怎么了这是？真的假的啊，呀？这是？哎呀，哦呦，这是神呐！这么大变化，怎么回事？喝了咱这忘忧大补汤，每日训练胸肌，早日仙，体虚喝一碗，腰不酸来，腿不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喝了就能好啊！再来一口，得喝呀！再喝这不喝不行啊！还有什么吗？这喝了大补，延年益寿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呦喂！哎呀，碎了！还能有内力太大了吧哎呦，这我也研究了吧？啥呀？真厉害的药！这是不服不行啊！夫君，来个猛的！还有新花样？怎么这么大风啊？哎呦，这么大的风啊！哎呦，什么情况啊？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谁要啊？给我来10碗！啊，有20碗！我也要，我也来一碗！ 30碗不是吧？给我来20碗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！谁要啊？谁要啊？这是你的，不够再来拿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将军，有新动静了，大量军械秘密运进了忘忧县县衙。看我被贬，又一直在陪着夫人胡闹，幕后之人终于信了。曹德宝果然是他的妻子，看来得想个法子混进县衙看看。是。刚才看到的，忘掉。是。属下觉得夫人将您调养的格外生猛。从前您最恨画本子，如今竟肯配合夫人，当众展示雄风，可谓是一往情深呐。婆婆，这钱您自己留着，
如果这药膳不够的话，可以再来拿，我再给你调点祛风湿的吧。有了它，这枯燥算计的日子，竟也多了几分鲜活气。少拼。哎，荣景呢？现在都不背人了，狗男人！既然他们已经放松了警惕，又有了大批军械，必然会有大动作。给我盯紧点。呀，耽误您和好兄弟说体己话了吧？这钱拿着，给人家买点好的补补，别亏待了知己。哼！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将军，属下觉得夫人的心思比丞相的罪证还难查，属下先撤了。大娘，这碗安神汤拿好，保管您今晚睡得香。你没事吧？这心怎跳得这么快？我没事。就是你，就是喝了你这买的药，我那体壮如牛的丈夫一下就吐血死了。这不可能！这不是毒药吗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不能喝呀！你这药姑娘，啥东西啊？我的药膳绝对不可能有毒。你说你丈夫死于我的药膳，你拿出凭证来。或者让我看看你丈夫的尸体。让开，让开！我差怎么来了？无证卖药，蓄意毒害百姓，你可知罪？这夫人眼神闪烁，而衙役行动又过于迅速，摆明了就是有意陷害。看来曹德宝是觉得我们失了势，彻底不装了，正好趁此机会进县衙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批军械。穿起来！一切与我夫人无关，我跟你们走。荣景，你干什么？清者自清，你先回家，一切由我。请慢，来走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走了吧，散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不看了。栽赃陷害抓人，最后打一顿，计划环环相扣，怎么样？够明吧？算了，自古以来关系户都是惹不起的活祖宗。你先回家，一切由我。你护着我，我也不能让你蒙受冤屈。你的清白，我的摊子，我定要查个明白。药渣没有问题，这罐子也不是我摊上的，定是那妇人胡说八道，得去找县令说清楚。粗人！曹大人，我夫君真是冤枉的，我求你放了他。有没有罪？曹大人自有决断。滚蛋！不分青红皂白就抓人，这曹德宝居然如此昏聩。如今只能找到那妇人了解清楚，才能救出荣景。大概这么高，头上裹着灰色的头巾，你有见过吗？
哦，好像在那附近那个村。谢谢。一切手段都给他用上，有口气就行。这种好事交给我。我来。这一路上，我都已仔细查看。小小县衙，哪里能藏得下军械？也就这牢房宽敞点儿。牢房是空的，难不成曹德宝把军械藏在底下了？荣景，你蓄意毒害百姓，还拒不认罪？哪怕你曾经是将军，进了这县衙，也得给我乖乖认罪画押。先是严刑逼供，接着强加罪名。曹大人，你就是这么目无王法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事已至此，先掀了这县衙，再快马加鞭送信回京，也来得及。他竟有破局之法，总能给我意外之喜。青天大老爷，这案子还没开始审就签字画押啊？去！难道是怕真相大白吗？要不先审审这死而复生的柳大壮？派去灭口的人，看样子是凶多吉少了。这袁锦堂果真棘手。袁氏，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妇人声称我的药膳喝死了她的丈夫，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诬陷我，所以我就想去问清楚。哎呀，好你个柳大壮啊！老娘拼死拼活才挣来的这赏钱，你居然想全昧了，还想把老娘踹了！我呸！就算是死了，这钱也是我的。既然你俩分不清，要不我帮你俩分一下？我招，是曹县令让我做的。大人，您猜，到底是何人指使要诬告我夫君？就说呢，下药到现场，这怎么干这种事啊？就是原来是诬陷了，要不就冤枉好人了。你背后是何人指使？还不从实招来！想清楚了。你若从实招来，本官便宽大处理。毕竟诬告罪，祸不及子女。是他嫉妒别人挣了钱，便出主意让我存心诬陷。大
大人，草民认罪。快给他签字画押，快拖出去！大人真是断的一手好案啊！哼，夫君，你怎么样？吵赢了，还有心思说笑？那说点正经的。我好像有点站不稳了。荣景无罪释放。行了，散了吧。告还让人把荣景打成这样，岂能这么轻易就让你算？哼！曹大人，这案子暂时了结了，但我夫妇二人的清白名声以及这摊子的损失，大人打算该如何赔偿？别不识好歹，那妇人已然认罪，你还有什么好闹的？我知道大人公务繁忙，又急于断案，难免有失察之时。要不这样吧，钱我不要了，但为了杜绝以后再有人诬告，请大人为我这药膳亲题颁发一块牌匾，立于我摊前。你好啊，终于申冤了！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真是给那个贪官一点脸色恭喜啊，要沉冤得雪啊！那个贪官更有嚣张。给经理送信，情况有变，军械暂不宜妄动。还有，派人盯死他们。是。被打了100伤的伤刚好，但是被打一顿之后，这伤口又开始裂开了。明明就是曹德宝故意陷害，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走？不走这一遭，怎能坐视他们屈打成招，滥用职权之罪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这是最好的法子。只是可惜晚了一步，让那妇人主动认下这个罪名了。曹德宝拿捏了那妇人的软肋，他不敢不认。不过，夫人的出现也是意外之喜。那曹德宝，他应该不敢再轻易动手了。可是，曹德宝为何要对付咱们？就算是政敌，你现在跟他八竿子打不着，用这么拙劣的手段，难道就是为了打你一顿？或许是呢。我打！让你小时候抢我蛋糕，让你声线比我准，让你长得比我高，让你娶个媳妇整天气我娘。我打！你都被贬了，坐实他的罪证有什么用？还被打成这样，自己的身子不知道爱惜。怎么，等着你的小郎君疼爱你啊？他这是吃醋了。以前读兵书的时候，总羡慕前人能得一人心。我曾想，他不必是温婉贤淑，也可以如野草般生机勃勃，御风不倒，精明时能掐会算，该泼辣时拳脚生风，能护得了自己，也能护想护的人。最好还有些小泼辣，有点小聪明，活得真实热闹。这些品质分明就是任锦堂，我不好南风，我喜欢的另有其人。我先给你上药。
吃药粉不能排。你多久没洗澡了？他刚才那话是我想的意思。不行不行，袁锦堂，你冷静，画本子害人不浅。可这水声，这后背，完了，色胆包天要成真了。难道是刚刚太严肃了？看来还是得温和一些。夫人，这水似乎有些凉了。急什么？药浴讲究火候和时辰，催不得。你闭上眼睛。遵命。原来他吃这套。从前只听说他年少成名，战功赫赫，原来这么多致命的伤。夫人的手法倒是比军医细致多了。少贫嘴，我这是怕我手太重了，你这脆弱的身板受不住。那有劳夫人怜香惜玉了。不许笑。肩膀大概是伤了，使不上力气。要不，夫人替我擦一下前面。你不知羞，我不擦了，自己洗。夫人救了我的命，屡次三番，无以为报，不如我以身相许。谁要你以身相许了？我不要。我喜欢且中意的，从始至终只有袁锦堂。你也叫袁锦堂，那就更好了。放心，看在我父亲救过老将军的份上，将军是不会为难你的。如果他知道我是个冒牌货，那他说的袁锦堂究竟是我，还是袁小姐呢？水太凉了，我去添点热水。是我吓到他了吗？你要干嘛？我背后有伤，趴着睡不利于恢复。从今日起，我便睡床上。那我睡哪儿？这床够大，自然是同榻而眠。不行，说好的井水不犯河水，男女授受不亲。
因我已成过亲，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何来不亲之说？还是说，夫人在害怕什么？放心，我身上有伤，只是需要躺卧。若是夫人不想我睡床上，我去睡凳子上便是。行了，你睡就睡吧。不过我们说好了，这是楚河汉界，谁要是越界，谁就是小狗。哇！明明有意却不愿亲近，你在害怕什么呢？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袁锦堂，冷静，别去想有的没的，把你色心按下去。他是假的夫君。今夜就能知道你到底藏有什么秘密了。林浩，方才在地牢里，你打得挺欢啊！救命啊！嫂子，嫂子！杀人啦！袁景堂，你相公要谋杀亲弟弟了！哥，你不能娶了媳妇就忘了弟弟啊！我还是个小孩啊！冤有头债有主，白天打你是形势所迫，小爷我认栽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但这件事跟我娘没关系，我娘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求你放过我娘吧！放我吧！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将军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有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，很适合你这颗与众不同的脑袋。拯救世界，刺杀奸臣，我就是我荣陵是天选之人。打小我娘就说我，县衙的地牢里藏有暗室，我需要你混进去，摸到位置，记住了。凌浩会在暗处接应。此外，若是此事让你娘或是第三人知晓，后果自负。哥，你都被贬了还这么敬业，你是不是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？你只需要记住，找到东西交给凌浩，然后将此事忘记。不愧是能当将军的人，哪怕是被贬了也还有职业病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保证神秘，保证伟大，一切为了将军府的荣耀。对了，老大，这是今日加急送来的，我一直揣在怀里，没人看过。看好荣陵，别让他出事了。
袁锦堂，只要你不是细作，我可以接受你所有秘密。这是今日加急送来的，我一直揣在怀里，没人看过。林航，你个废物！爹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无论你藏有什么秘密，我都只认你是我夫人。这是人能睡的。看来今晚是睡不着。他这几日操劳，去想想看，能做些什么吃的。难道是被我奴役习惯了？这么自觉啊？习惯了好，最好能习惯一辈子。你从昨天开始就有点奇怪啊，开始看花本子啦？对夫人好一点这件事，不需要学。你鬼上身啊！是心里近人了。有几件事我必须要向你解释清楚。第一，我不好南风，林浩是我旧部，身份机密，姑许乔装。第二，那枚玉珏是陛下所赐，紧要关头可以保命。你说好，万无是人。至于这第三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。袁锦堂，我此生想要并肩同行，白首不离的，唯你一人。完了完了，他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大家说我要不要相信他？从前与你成亲是父母安排，我对夫人并没有过多关注，是这场流放让我明白，姻缘天定。要坦白吗？算了，先试探一下。如果我也有其他事情欺瞒你的话，你还会这么说？欺瞒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我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必须隐瞒。如果你也有，那我们两两相期，正好抵亲。之前还打算攒钱跑路，可是他这么说的话，既能替我干活，又能试药，长得还不赖，很难不心动啊。要不先试一下？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了。感谢夫人，受容之恩。你伤口还没好，快放下！伤和夫人比起来，算不了什么。荣景，你现在和在府上的时候不一样，那时候3句不离规矩，不让我靠近半分。现在好像那画本子里疯掉的花孔雀。从前是不开窍，如今是欣喜的要疯。孔雀剑，一身如举升天。惊天秘密，曹德宝要造反！晚2句话的功夫进来，会死吗？哥，别生气，要不我去抓一只王八给你。罢了，事急从权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
曹德宝要造反？事关重大，你先吃饭，我先听听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刚刚是不是应该晚点进来？二公子，你别说了。吃饭。背着我干大事。刚刚大哥和嫂子气氛是不是不对呀？二公子，你知道王八为什么长寿吗？为啥？因为他不说话。你，曹德宝的地牢里面不仅存在暗室，里面还藏有大批军械。我还在他的书房里面找到了布防图，这不是要造反是什么？我们本来打算将布防图偷出来，但是没有得手，怕打草惊蛇，就赶紧撤了。这是在半路接到的消息。看来曹德宝背后之人错不住了。林浩，你找到这个特使，杀掉，再带着荣陵快马回京，将此事告知陛下。我留守此地，迷惑曹德宝，设法拿到实证，替陛下彻底解决这一隐患。那这件事儿，夫人这边不必拉着他，此事不安全，先别告诉夫人。还想瞒着我啊？还想瞒着我啊？你听我解释，我并非……行，别解释，我理解。虽然你被贬了，但你曾经作为将军，不能容忍心怀不轨之人颠覆江山，所以哪怕是庶民的身份，也要奋起反抗，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量。仁兄，在下佩服。这样想也行。嫂子如此高义，弟弟也佩服。你居然如此有勇气，嫂嫂更佩服。嫂子，二弟，嫂子，先收一下。还有正事。真是不懂幽默。不就是要想办法忽悠曹德宝，抓出幕后黑手的证据？简单啊！你刚才听了多少？不巧，全听到了。你刚刚说杀了那个特使，是不是想找个人混进去当内线？这种事儿，我在行。那曹德宝为人阴险，你去太冒险了。林浩会做经理叫人，现在叫可来不及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不叫我，怎么知道我不行啊？我3岁通读县衙无间道，9岁熟背朝堂无间道，15岁重生之我在敌国上演无间道，倒背如流，眼卧底。我可是专业。夫人心怀大义，嫂嫂带带二弟。好，你试试。林浩，你们即刻出发，务必击杀那特使。只要消息到了京城，陛下必定能够准备周全。出发。是。娘，我出息了。来，说说你的计划。我说完了，你补充一下。没想那么周全。别担心，我永远在你身后。
真行？你信我？包行的。好，我信你。我们准备一下，天黑就出发。别溜远了。这守备也太严了，咱们得想办法进去再说。我找个狗洞，咱们钻进去。这是县衙，要是有狗洞的话，只怕我们一进去，等我们的就是棍棒了。那怎么才能进去啊？这简单，别出声。这么大动静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可是你的计划里不就是要被发现吗？时间紧，来吧。好嘞。倒也不至于绑成这样吧。别挣扎了，吐不出来的。论道具，我可是专业的。计划开始。来人呐，抓刺客！擅闯县衙，给我！好啊，正愁没机会杀了他。私闯公衙，这罪名可是板上钉钉了。袁锦堂，你夜闯公衙，刺杀当朝命官，给我押下去！这真的是专业的。他果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，居然能将荣景捆起来。岂有此理！抓住他！曹县令。毒药为什么只能中午吃？晚间刚传的消息，暗号就是这个。难道他……哎，叫你呢。因为早晚吃会死。特使，曹德宝，你个蠢货！你居然把荣景的弟弟当做特使，还被他戏弄这么久。那荣陵跑来跟荣景商量，我才知道他把你书房早就翻遍了。要不是我冒死去把他俩解决了，咱俩现在都已经上刑场了。藏身将军府这么多年，居然被你一个蠢货给暴露。上回你踏入那破屋的时候，我就问过你，是不是上头派你来的？结果你跟我装傻，害我在那破地方挖野菜、吃野菜，还要照顾这个废物。擦洗、买药还被追杀，不是1、2天，而是2个月。这女人真是上头派来的。不过已经有过一次教训，不管她什么来头，我都一定要谨慎核实。你既然说你是上头派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听命于谁啊？除了丞相大人，你还想听命于谁？容下官僭越，除了这头暗号，特使可还带来了别的什么暗号？还算聪明，还有救。这上头就只有这一个口令，这多了，怕你们这些猪脑子记不住。哎呀，特使大人，您真是丞相派来的及时雨啊！下官错信奸人，差点误了大事啊！果然是丞相。你说怎么处理这个废物？你怎么还骂人呢？演戏就演戏，怎么还骂人呢？还知道接戏，真不错，是个演话本子的好料子。宰了，以绝后患！蠢货，
杀了他，拿什么挟制京城那些还念着旧主的将领？丞相大人要的是听话的狗，不是一群反扑的狼。先把他关牢里饿个几天，我出出气再说。是，下官这就去办。那特使您之前运过来的那批军械都藏好了吧？别到时候又出岔子。丞相大人竟连这件事也告知了您。放心，自是藏在了隐蔽处。相爷的信号不到，下官是不敢煽动的。做得对，难怪相爷这么信任你。哼。对了，你去把布防图和官员名单给我拿过来，我得核对一下，别到时候混进去什么卧底，坏了丞相的大事。不敢，下官这就去拿，这就去。特使大人，这边是布防图和官员名单，属下还没来得及。你先去准备点吃的，东西放那儿吧，我先核对一下。怎么，信不过我？那你去把丞相找来，亲自问问。正好你轻信荣陵，差点坏了丞相大事，也好好说道一下。快去给大人准备上好的酒菜，快！军衔布防图，如果成了，天下会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？幸好发现及时。大人，酒菜备好了。大人，你知道下官忌惮你什么吗？当初派去刺杀的那些人，其中有一个说认识你，这可把我吓坏了。那个认出我的身份，他居然说你不是袁家小姐，我这心里犯嘀咕啊，但是又不能轻举妄动啊。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是丞相安插在将军府的卧底。丞相高明。那是，曹大人，你呀，以后要是跟着我，你跟着我，保管你吃香喝辣。全靠特使提携。不行，喝多了，回去睡了。快！来人！特使，您掉了。玉珏，此乃御用之物，你怎么会有？那枚玉珏
的确是陛下赏赐，只是作为保命符，不能轻易示人，千万不可以弄丢了。你说这个，这是我从蓉姐身上搜刮来的战利品，我看着好看就自己装了。怎么好？曹大人也喜欢？等这件事成了，我让丞相大人也赏你一个。不对呀，荣景都被贬了，怎么可能有御赐之物？他根本就不是罪臣，这流放本身就是个幌子。说什么？看他的反应，好像真的不知情。不行，为了丞相大业，我得再炸他一炸。大人之谋，小人佩服。有了这如同皇帝亲临的玉珏，精兵必能长驱直入，直达京城。如此一来，丞相大业必成。此等好消息，我得赶紧告诉相爷。不过，既有这玉珏，这荣景留着，便再无用处。我去杀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那就有劳曹大人。所以荣景被贬是假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抓丞相演的戏。那我不，袁锦堂家国大事，其实儿女情长可比。你清醒一点，先救荣景。果然上钩了，我要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把门打开，把人带出来。难道暴露了？我特使。走，跟我走。镣铐给我解了，这是特使的命令。给我抓住他们！袁锦堂，哦不，该叫你特使大人，还是荣夫人？你这戏唱的可真够累的吧？不好，这女子内功深厚，得拖延时间，把消息送出去。目前7、8个还能打。放下刀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退出去，放了我和荣景，不然我就毁了布防图和名单。哼，这上面的所有信息，我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了。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，给我上！放心，我保护你。呀！我就说我是练武奇才嘛，以后我保护你。我这人天生力气大，不用陪伴。还在这挑衅，给我上！我看谁敢动他！
我看谁敢动他！既然你们都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荣景，屏气，超级无敌强方成，千万不要那么跑了！守城军已经戒严了，盘查很紧。别慌，给我3息时间，看我操作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刚从下面上来，长官大人说让我们回来看看。妈呀，鬼啊！说谁不让我们回家，我俩就给他逮着。好臭的鬼，快跑！地府好冷啊，你身上好暖和。走。你这招挺管用的，就是这味道。曹德宝已经送信往京城了，咱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忍着点儿。到了河边洗洗。转过去。叶丽良，你把这个穿上。那你呢？我没事，快穿上吧，别着凉了。不用。你干嘛？耍流氓！是，一会儿你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我带着物证进京。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再回来接你。哎，不行！我只是力气大，那些人有刀还动真格，我打不过的。还是跟着你比较安全。搜！你肯定跑不远，仔细搜。搜！给我仔细搜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荒山野岭的破庙，就是你们2人的葬身之地。私藏军械，圈养精兵。曹大人，你和丞相的阴谋，已是铁证如山。是又如何？可惜啊，荣大将军，你这铁证，今晚就得烂在这破庙里。300对1，你就算真是战神下凡，
也得给我折在这里。为对付我一人，你的这300精兵，要是折在这里，你怎么回去跟丞相交代？你给我闭嘴！相爷神机妙算，我早已分兵入京，再加上金刚打制的军备，天下将尽在相爷手中。今日只要将你碎尸万段，便是首功一件，到时我就是新朝元勋。曹德宝，你连续被人骗了3次哎！丞相大人要是知道你这么无能，估计会被气吐血吧？你的升官发财梦就破碎了。给我杀！去荣京首级得头功，上！就算是以一敌百，他也要护我周全。西蛮，他说的对，2两欺瞒，算是扯平了。以一敌百又怎么样？我早已飞鸽传书给丞相，这里离京还有1夜的路程，我看你怎么支援？丞相大业成，就等死吧！曹大人，你说的信鸽是不是绑红绳的那个鸽子啊？你怎么？现在可能已经成烤乳鸽了。哥，咋的？林浩哥烤的乳鸽真好吃。禀家眷，为防泄密，属下已经把那信使秘密处理。就算信使被截获，我手下心腹已领1000精兵提前入京，京城势必失守，丞相大业必成。哦，曹大人，若你那1000精兵的军械出了差池，你又该如何交代？不可能！军械运出以前，我都一一检查过。曹大人恐怕有所不知，那批军备表面无异，我已暗中派人在刀身相接处做了手脚，短兵相接，刀刃必钝。地牢的位置还是我探出来了，大哥，我厉害吧？干得不错，回去给你请功。你们，曹大人，丞相的野心还有大人的青云路，怕是都要断了。我曹德宝苦心经营一生，到头来竟给你们做了垫脚之事。气性真大，差点碰我衣服上。林浩，哎，把人绑起来。若琳，干得不错。昨夜的西风萧萧瑟凉。刚刚曹德宝说你的身份有疑，但我不在乎，我信的都是眼前的你。他知道了，可这是欺君之罪，若连累他和袁小姐，我万死难赎。我用余生也愿留你，留你指尖欣赏，若毕生凄凉，倦看你的模样。回忆里彷徨渐残，悠悠的墨香，当年伤，要用一生遗忘。他说的我不在乎，我认定的自始至终都是我眼前的这个人袁锦涛。
就是因为你这么好，我才不能将你和将军府置于险地。将军，我们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雨滴声落出，微望夜色微微亮，在思量夜这不。荣景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曹德宝没说错，我不是袁家小姐。将军英明神朗，但我已经有心上人，你愿不愿意替我嫁入将军府？放心，看在我父亲救过老将军的份上，将军是不会为难你的。我与袁小姐同名同姓，却只是个采药女，大家更习惯叫我二丫。袁小姐与我有葬父之恩，我替她嫁入将军府，只为报恩。那些学着端庄、忍着脾气、应付婆母的日子，就像一场醒不来的梦。可梦醒了，欺君之罪却是真的。我知道这是欺君大罪。我之前不敢说，是因为我怕连累他。但现在我怕连累将军府。花沧桑成温柔。说因为我这份私心，让你用军功换来的荣耀蒙尘，我宁可从未靠近过你。江流浅浅一笑，似春风又。所以我们四海同游，就此分开吧。所有罪责，我一人承担。锦堂，你终于肯告诉我了。你早就知道。从你一拳打翻吴江，熟练的给我灌药膳开始，我就知道，我娶回家的绝对不是那个被养在深闺的袁小姐。你热情、泼辣、善良，活得真实而热烈，我心动的自始至终，就是那个会为我拼命、会把我当施药工具的二丫。至于替嫁之事，回京以后，我会向陛下澄清。让你名正言顺的成为我的夫人。可是，陛下会同意吗？一定会的。你这2年在将军府的付出，你不仅稳住了后方，让我无后顾之忧，更是凭一己之力，在忘忧村救了我数次，如今又助我破了丞相阴谋。这桩桩件件，就属你功劳最大。所以，别再想着一个人扛。你的过去，我来不及参与；你的未来，我必须奉陪到底。这不是拖累，是我荣景3生有幸。那以后是药还归你。荣幸之至，夫人。那个，我能问个题外话吗？那要是回府的话，我回去的话，是不是还要跟婆母斗？放心，
这次绝对占夫人。啊，他手段好幼稚啊！我的老宝贝，3个月没见，想我没？夫人，收敛些，这地板都快被你震碎了。我在我自己家，我收敛什么？哟，我以为是哪个戏班子敲错了门，原来是咱们流放，不是功臣回来了。哇，婆母，3个月不见，嘴皮子功力见长啊！又看新话本子啦？是恶婆婆的宅斗生活，还是如何优雅的找茬儿？牙尖嘴利，在外面演了3个月，规矩倒是没学会，市井之气倒是沾染了一身。母亲，我怎么了？我还没说呢。堂堂将军夫人，在穷乡僻壤抛头露面、摆摊卖笑，还天天跟一群穷汉混在一起，将军府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娘，你看看你，又买这些地摊文学，那叫悬壶济世。我嫂子现在是神医，那不是卖笑，那是卖药。卖药，卖药能卖出绝世俏厨娘与村头流放汉的3生3世这种故事来。静儿，你听听，这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母亲，谣言止于智者。我不管，无风不起浪。他德行有失，回来可以，掌家之权断不能再交给他。母亲，婆母说的对，我确实也惯了，所以这管家之事，就交给婆母，算你识相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陛下有旨，镇国将军荣景忠勇可嘉，忍辱负重，平定逆党，居功至伟。特赏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另准休假1月，安心调养。谢陛下恩典。安心调养，休假，正好给我施行药膳。二公子荣龄虽智略质朴，然心性纯良，亦有苦劳，特封为弼猫温，掌御花园狸奴驯养之事。谢主隆恩。娘，我当官了，我是弼猫温，接下来我可以有正事干了。原是锦堂，言之要善，惠泽乡里，于国于民有功，特封为药膳使，可自由调取太医院药材，以供钻研。另赐玉质金牌1枚，天下药方见牌，如朕亲临，需竭力配合，钦此。谢陛下恩典。婆母，那这管家之事就交给你啦，我要去研究新药膳啦。走吧，哒哒哒。得意什么？不就是个卖药的？娘，我嫂子现在是药膳使，见金牌如见皇上，你还是少惹她吧。闭嘴，你个弼猫温！弼猫温怎么了？总觉得还差2味药，要不要找荣景试试？嘿，今日怎么这身打扮？难道丞相之事还有漏网之鱼？你别过来，我刚从宫中回来，
京郊大营出现了异症，未免人心动荡，所以没有传开。近几日，我先回军营驻扎，等我回来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啊！异症，我记得我爹有留下的方子，如果能研制出来，那荣景和将士们就都可以有救了。自己的夫君，我自己护。到底是什么？不管了，没有药引，我就用其他的药性去推，必须试出来。荣景还在营里，那么多将士，还有满城的百姓都等不起。冰糖葫芦，哎呀，你别玩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别像个小孩似的，该正经找个媳妇儿了。哦，小哥买点快走，今日相看刘家小姐，绝不能再误了时辰。娘，嫂子说最近不太平。你少拿她压我，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。走。这我跟你说，不想去，特别好，姑娘，这儿啊，打折了。桃儿小心，昨儿可吃多了。小看一看了。冰糖葫芦，等等，葫芦，刚出锅的热乎的。这个怎么卖的？我看一看啊。这位小姐，可否摘下面纱，与我一叙？成败在此一举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婆母，您又看什么画本了？我现在忙着呢，没时间和您斗嘴。我今日见到了一位故人。悬疑类，行，这戏，但我现在没时间想是哪个本。虽10年未见，但她的容貌却还是那样，让人一眼就能认出。哎，这个组合倒是没听说过。婆母，您现在转型做创作人啦？那人便是袁家大小姐袁锦堂。我就说你怎么如此泼辣，被贬了还手段了得，卖起药来，根本就不像一个官家小姐。原来你居然是假的！娘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事儿也没别人知道，咱们就……哎呀，纸包不住火啊，灵儿，这桩婚事可是在皇上面前过了明路的，要是再让他闹下去，欺君之罪的帽子扣下来，连将军府都保不住。我现在就赶他出去。母亲这般安排，问过我吗？母亲这般，可有问过我吗？哥，我娘只是嘴上说说，她要是会做的话，早就做了。你别叫他，他本来就不是我亲生的，又一直容不下我们母子，如今也是不装了。为了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居然敢顶撞母亲。荣景，你还是朝廷大将军，小心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。她叫袁锦堂，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也叫袁锦堂，何来背弃婚约一说？母亲最好想清楚再说话。你有危险！娘，胃寒发热，是10亿。啊，那我去请大夫。谁都别出府。荣玲，你先回房间去。府内尽快熏蜡消毒。这会儿御医只怕也在想办法。我去配汤药先试试。我和你一起。
是这个吗？不对，这个呢？对，试试看。哥，外面怎么样了？陛下钦点了，夫人与御医供你的药方，京中疫情已得到控制。夫人，你又立了大功。方子管用就好，但婆母她……将军、夫人，老夫人此番失忆只是诱因，真正的病根乃是郁结于心，五内俱损，心血亏虚甚巨，此乃长久心疾，非猛药可医。心疾？似是伤情多年，忧思过重，积年累月，造成了根基空虚。此次大病不过是旧疾堆积，借着失忆才爆发出来。那该如何调理？汤药固本培元固然重要，但心病还需新药医。若能解开心结，舒缓情志，胜过良药无数。这么多年，母亲与我针锋相对，不过是担心父亲去世，我容不下他们母子二人。伤情多年，忧思过重。荣景，伯父在世时，母亲也是如此吗？父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母亲性情温和，更是对我和荣龄一视同仁。这么一说也是，自从父亲去世，母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看来此劫已有解法。这次多谢你了，婆母。这一次，夫君一直在为母亲奔走忙碌，婆母要谢的话，夫君也有份儿。其实，我以为景儿会放任我们母子不管。母亲怎么会这么以为？其实我也不是非要跟你们过不去，只是老将军去世后，我的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就像那些话本子里说的，毕竟我不是景儿的亲生母亲，我怕呀，怕景儿掌权之后会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，所以才总是怂恿灵儿做些事掌控将军府。等会儿，不是亲生的，怕无立足之地，这词儿我怎么这么熟呢？婆母，您最近是不是在看《宅斗将军府》第3回？这你也看过？当然看过，倒背如流。画本开篇就这套词儿，难怪您每次发难，我都觉得耳熟。可后来景儿的疏远，不也正说明我没多虑吗？这就叫怕什么来什么。您越怕他疏远，就越做疏远他的事儿。将军当时刚丧父，您却性情大变，他心里苦闷，自然就躲远了。他躲都来不及，哪还有心思算计您呢？再说了，夫君每次喝醉了后，都还要跟我哭一遭，他和二弟被您哄着睡的事儿呢。景儿，真的吗？
是。晴儿，是母亲糊涂啊！你自小就正义凛然，母亲怎么就会信了这破话本子上的话？想岔了路，是母亲对不住你啊！儿子从未怪过母亲。若是有机会，儿子还想和二弟一起听母亲讲讲故事。是母亲不好。哎呀，婆母，这是好事，咱们应该高兴啊！我就说我是个天才，这将军府要是没我，蛋黄也得散。你个小机灵鬼！多谢夫人。不客气。许久未曾这样一家人安心的吃顿饭了。锦堂，这杯敬你，救命之恩更是这个家多亏有你。静嫂子，婆母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您以后少点生气，只要您身体健康，就是我们将军府最大的福气。正好今日大家都在，有件事情我想告诉大家，也让锦堂安心。我已向陛下陈情，禀明了替嫁一事的原委始末。陛下仁厚，念及元小姐之父与父亲当年的情谊，更念及锦堂言之要善，救治百姓，助我破获逆党之功，决定既往不咎。他竟然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如此甚好，甚好，陛下圣明。我这块心病啊，总算是放下了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样嫂子以后就不用担心了。既然陛下金口已开，从此世上就只有一个袁锦堂，就是我这位眼前人。所以，锦堂，我想为你补办一场婚礼，一场昭告天下、名正言顺、风风光光的婚礼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荣景3书6礼10领红妆求娶回来的夫人，绝不是什么替嫁之人。你可愿意？对，该办，该大办特办。嫂子，你快答应哥啊！我不能答应。还在想昨晚的事？母亲，我不明白。陛下已赦免其罪，我一想给他全天下最好的、最正式的认可，可是为什么他不愿意？景儿，你聪明一世，怎么在这事儿上反倒糊涂了？你这道赦免圣旨解的是朝廷的法度之节，你这场婚礼求的是你心里的名分之节。难道不对吗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锦堂心里的结到底是什么？他或许从来不只是怕朝廷的问罪，也不只是想要一场风光的婚礼。那是什么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这替嫁的身份起因在身，谁认可了他，才能让他真正从心里觉得自己名正言顺，不再矮人一截。你是说真正的袁小姐？去找她吧，得到她的祝福和理解，比陛下下10道圣旨，你办100场婚礼，更能让锦堂真正放下心结，坦然地站在阳光下。那时或许他就会愿意穿上嫁衣。拿着去吧。多谢母亲提点，我这就去办。
夫人，不好了，将军！将军怎么了？将军遭受丞相余党埋伏，被掳走了。在哪里受的伤？他们有多少人？就在回府的路上，对方人手众多，武功露出阴狠，像是训练有素的死士。我们的人拼死抵抗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他们还留下话。哎呀，留下什么话？你快说呀！他们说想要将军活命，明日午时让夫人独身一人，带上黄金千两，到城西破庙交换。若见官兵，立刻撕票。这如何是好？静儿，嫂子，不能去，这明显是陷阱。丞相余党竟还有漏网之鱼，荣景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备马，准备黄金。林浩，你先去治伤，明日我独自去。锦堂，婆母，您放心，他们既要钱，又要我独自去，说明荣景还有利用价值，我会把他带回来。顺便把这些垃圾彻底清理干净。走，敲，黄金在此，人呢？我把货带来了，人在哪儿？出来！夫人果然守信，不过还得劳烦夫人进来，停止验验货。锦堂，你快走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闭嘴，城主，我会带你回去的。钱已带到，放人。好了，可以，但夫人得留下点别的，比如你那条性命，或者你说一下，那荣景对你有好重要，值不值得你为他送死？你说的好，也心情好了，说不定啊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不说啊，那我就砍他一条胳膊。西风萧萧瑟凉，身旁谁重要，他当然重要。这个傻子，明明嘴硬的不行，却偷偷记得我所有的喜好。小心珍藏语音里冷在回放，明明自己一身伤，我用余生还总想着把我护在身后，留你指尖心上，若毕生凄凉，卷看雨的他是镇国将军，也是我的誓要长过。悠悠的墨香，当年上要用一生遗忘。张嘴！我用一世繁华换你，画笔凝眸一望，风雨尽苍茫，落花却已成伤。你是我袁锦堂认定的人。你们要是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袁锦堂对天发誓，穷尽毕生所学，练尽天下奇毒，也要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做真正的生不如死。我袁锦堂对天发誓，穷尽毕生所学，练尽天下奇毒，也要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做真正的生不如死。放人！这是我全部家当，放人！
接受吧。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，没有什么绑匪，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。夫人饶命，将军太想知道您的真心话了。你怎么能拿这种事骗我？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担心死你了？你怎么能这样子啊？袁姑娘，请息怒。此事起因在我，若非我当年任性，也不会让姑娘卷入其中，心生不安。荣将军此法虽蠢，但其心可见。他只是太想听到你的真心话，太想让你毫无芥蒂地接受他。是啊，袁姑娘，荣将军找到我们，说明原委，恳请我们前来，也是想彻底了却这段旧事，好让你安心。锦堂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你，只是因为我怕你因为替嫁的身份，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在替，不能完全信任我、爱我、留在我身边。但是刚刚听到那些话，我真的很欣喜。锦堂，我不是以将军的身份，而是以荣景的身份，再次恳求你，不是因为责任，也不是因为陛下旨意，而是因为我需要，我爱你，我想要你留在我身边。我求你，求你嫁给我，做我名正言顺唯一的夫人，好吗？起来吧，丢死人了！看在你这么蠢的份上，准了。鼓掌！恭喜二位，从此世上唯有你这一位袁景堂，是荣将军心之所爱。再次鼓掌！话说，在那忘忧村中，有一位身世凄惨的美男子，早死的爸，恶毒的妈，还有一个天天研究药膳，看似嫌弃他，实在爱他爱得不得了的泼辣老婆。夫人，你这画本子未免有些太写实了吧？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好好听着，重点来了。哈！再看看现在，8块腹肌，一拳能打死一头牛，全靠他老婆我药膳调理。怎么样？我这广告词植入的自然吗？自然。不过，夫人，这新婚夜不做点其他事啊，会不会有点太可惜了？别着急，我觉得这段写的非常好，肯定是借鉴了其他的画本子，我得认真学习一下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学。哎呀，一边去！那个失误，纯属失误。我就不该把这个画本带过来。哎，我学完了。
了就要用啊！